Oh my god， 那是什么？哇！我是要怎么断掉？他都已经接我了，但我要怎么断掉？这是我们进京第一天的道地午餐——北京炸酱面。皇帝的感觉吗？皇帝，很好吃哎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你好。哇，我们有纪念的那个。就看哪个观众有福啦。对，看哪个观众有福，把这个巨型大奶拿带。哦，吃到饱。1、2、3。他就是让我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还说东南西北分不清吗？哇，我真的进京第一天。对，今天主题呢，就是我们一大早要先去天安门。哦，听说那边非常的壮观。我们一定要去看看。OK， 然后这边脚踏车也蛮多的，可以租。还有很多安检口，我们是选择广场东侧路北安检03号。听说那边就是面对正门口。哦，是哦。原本想说要搭地铁，但搭地铁之后就是走过来走太远，所以我们刚刚打了滴滴专车。今天天气也蛮清爽的。对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凉了，跟台湾比起来差太多。台湾这边大概29、30度，超级热的。现在的天气是大概18度那边，是有点凉。反正第一次来到北京，然后我们现在就非常的期待，要不要租个车啊？这个用支付宝就可以了。我记得半小时内就可以几块钱这样而已。但也不是说滴滴出行也可以。哦，对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这里和这个 QR code 都可以扫，1.99块。要不要我帮你录一下？我觉得我100年没有骑。谢谢。OK， guys。好哥，我们有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刚刚其实绕了一大圈，骑脚踏车绕一大圈，在这个非常大的马路。我们花了1块9。对的，因为我们以为这个旁边围栏就是可以有位置可以停进来，然后比较快到检查口。结果绕了一大圈都没办法进来，只能绕到源头。好，先走了，先走了。听说天安门的安检是最严格的地方。对。我们等下就来看看他怎么检查。对，我们刚刚进来那个都要比卡片耶。对啊，走到一个管制区，你就要刷你台胞证。我们刚刚过完安检，然后呢，这安检应该是我史上遇过最恐怖的安检，比美国还要恐怖。我根本怕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开始把我身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，因为我别的麦克风，他就问我说：“这麦克风做什么用的？”他说：“是直播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没有，我们自己拍视频拍记录。”他说：“是 vlog 那种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对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好，这样子。”然后他就放我过。他可能是怕你直播啦，直播的话，这样就是人家不用买票就可以进来看了。可能是有很多原因。然后呢，反正他们搜身就是他会除了拿机器扫你，他会全身把你摸过一遍，然后连口袋什么鞋子都不放过。他说是谁宝宝，然后我过去，他就在我面前帮我检查，他把所有的那个东西全部一个一个拿出来，然后拉链全部打开，一个一个翻过，我超害怕的。我就比较正常。我们现在折腾了1个小时，终于进来天安门了。对，而且这里排队的话，基本上都要快要1个小时以上了。对啊。对吧？而且今天还是平日哦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假日人会多。只要你没有带不该带的，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。对。打火机那些都不行。然后如果你觉得有不确定，你就可以先问当地的警察，然后寄放行李，对，寄放背包。你没有寄放的话，你等下就可能要怎样？就只能直接丢掉。对，就只能就是原路折返去寄行李是这样。我等下去前面拍照，等下帮我拍一张单人照。哇，太大了吧！好，这边下来就要走那个地下桥，才可以走到另外一边，对吧？我们刚刚上你拍了很多完美照，明就你的多。这个天安门呢，它最早在明朝叫做承天门，是皇宫的南大门哦。然后几百年来，它只有皇帝还有大臣能走，普通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进不了这里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到了1949年呢，这里发生一件改变整个国家的大事，9师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。所以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安门不再属于皇帝，它变成所有人民都可以进去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走的是
皇帝门的旁边。哦，是哦，啊，皇上驾到！补充水分啊，不然中暑啊。就算天气凉凉的，还是要补充水分。哎，那 Sunny 这个我们要走皇帝之前在走的路，我们要来走皇帝的路了。你有一种皇帝的感觉吗？皇帝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去前门大街，在地的北京小吃，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下次一人100块钱，都讲讲了。下次吧，谢谢。看古迹不就是3门看7门听吗？我饿了。谢谢。东华门大街，我想说讲解古迹一下还行，搭那个古老的车也还不错。但是一人100块钱，我真的是 Oh my God， 先不用了，谢谢。滴滴豪华车都不用200块，而且我现在太饿，所以我们只好先拒绝大哥。谢谢大哥。哇，你看现在已经进不到连外国人都会用支付宝，然后租脚踏车了。我们在来北京之前有看一下天气，那它的天气就是早晚是非常的10几度，非常凉，对，有点冷，温差比较大。对，然后它到了中午、下午那边就会蛮热的，我觉得跟台湾差不多。然后我发觉这里的外国人的比例比其他县市还要来得高哎。啊，我也觉得，可能这边北京就是有非常多那种，就是我刚刚讲那种历史古迹，这样的住。然后这边Sunny租脚踏车也蛮方便的。对，喂，哎。你走的快一点，我这儿出不了车，我在这转圈呢。有在我找啥了？走到东北湖里面去。我警察这边人。好，Sunny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啊。好，Sunny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的车子了。对，这车子真的是，因为这里的交通非常复杂，这里的车子真是超级难叫。然后刚跟司机沟通到我快要爆炸了。因为他给我们的那张图，我们就在那张图等他，然后他突然说这里现在就是车子没办法进来那个管制区，他们讲话都蛮快，然后含糊在一起，听不太懂。哦，就是超级卷舌那种。我们叫的是滴滴专车，他等我们很久，应该说我们也等他很久。反正他现在回头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搭车准备去前门大街。前门大街啊，go，上车。都难死了，这个活儿。难走死啊！急死了。不知道他这交通管制了，没办法。没事。再转了5、6圈了。哇，超级快，从美团充电宝。各位，现在时间已经是1点了，然后我们非常的累到不行的那种。我必须在这个满街都是烤鸭的地方找到素食来解决我们的午餐。那这对我们来说，来到北京这个事真的是非常困难。那我们有做一点功课，想说这边好像有点也许我们能吃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好吃的。OK。找到什么？我们找到这间啊。吴裕泰茶庄，听说它的冰淇淋很好吃。哦，冰淇淋啊，我也是午餐呢。啊，不是啊，午餐还没找到，快点，我们来看看。OK， 是啊，先吃午餐吧。请问炸酱面有能做素食的吗？就是它有炸酱面有这个素食的吗？有。一份炸酱面，2份好了。有素食的，我不知道这里可以点到素食。他刚刚点到素食，我还在担心说这里不会有素食炸酱面。差点以为我们会饿死在路边。蒸汽耶！哇，它面是热的。他说先加酱，然后再加菜。先加酱再加菜，炸酱。对，好像是芹菜碎。够吧？一人试第一口，看味道如何。赞哦！真的吗？你说这一碗多少？29块人民币。29块人民币。这是我们进京第1天的道地午餐，北京炸酱面。所以我们拿到了吴裕泰的茉莉花茶冰淇淋，它一支只有30块而已。可是刚刚那个面实在是吃太饱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我们点一杯冰淇淋。很好吃哎！
这很好吃哎真，假的？会很甜吗？不会很甜，它只有吃茶香味，好吃。它这边有2种口味，一种是抹茶，一种是茉莉花。他们那个这里的淀粉量非常充足啊，甜品也很多。应该跟他们这里很冷的关系有关啊，纬度比较高。对，所以北京的食物会跟别的地方比较不太一样，味道太甜哦。不会好吃。而且它旁边有超多树，这样围起来，很像一个隧道，所以我觉得来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有时候很热闹，有时候又很放松。你可以听到旁边人都在叫卖的声音。终于知道这个地上的轨道是什么了。我刚刚还踩着它滑嘞。哇，哎，少年，这星巴克的建筑也很特别哇，超酷的！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招牌不一样？听说北京这种地方呢，它只要店上面有写3盒，那代表它就是在地店家，就是最经典。看起来好吃。这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哎，这看起来很好吃。这个感觉好好吃。哎，绿豆馅的枣花酥， ，OK， 我们得到了2颗。我们买了2颗，这样6块钱6块， ，6块人民币，这假的？台币大概24块。哦，我来吃吃看吧。哦，绿豆馅的。耶，绿豆馅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OK，这是茉莉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怕甜的可以吃吃看，不会到很甜。所以它就是有一种花香，那感觉不错啊。看里面那个绿豆沙磨得蛮细腻的，所以吃起来不会很干。对，我觉得这蛮好吃的。哎，我觉得大家来一定要来试试看。这是1小块，然后2块多少？2块6块人民币。对，6块人民币。台币24块。对，大家可以来试试。呀，便宜又好吃。3盒记得。还可以带回来。各位，哎，太细哩。好，各位，我补充一下，跟太阳饼比起来的话，太阳饼比较甜，所以如果你怕太甜的人，你可以选择吃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吃太阳饼有些太甜了，但太阳饼还是很好吃啦。对，太阳饼好吃啊，但是各有自己的特色。因为我们刚刚实在是饿过头，然后刚刚走出来发现，哎，我们好像是要来吃方专厂的北京炸酱面，对，是69号那间。对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不对，我们都已经吃完了，算了，找不到方专厂。然后结果我们要走的时候，发现它就在隔壁。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。可能我没有吃到方专厂才是这里道地的那个北京炸酱面。对。啊，还是我们就是这边蹲到晚上，然后再来吃这个。这个可能要等到很晚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消化。有人要给我们加薪吗？没有，说好笑。那我们有机会再来吃吃看吧。对，我们有机会再来吃这间。大家不要记错，这间哦，道地的这间。期待下一次来吃的口感。期待。好，那Sunny，你知道吗？前门大街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一条直直的大街哦，其实是有分叉的。哦，难怪。那我刚刚以为我是走错路了。对，你就可能类似一种胡同的概念，你可能会困在里面，但是你只需要往最大条那边走。你没有看吗？哎，我发现这里到处都茉莉花茶，还是我们去买一杯喝喝看。我们刚刚吃了茉莉花冰淇淋、茉莉花糕点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茉莉花茶，差不多渴了，所以我们就来买个茉莉花，要一个茉莉冷萃。谢谢。谢谢。你拿好。哇，我们有纪念的。哦，这很重哎。茉莉茶香超重的，这一杯大概92块台币。这个玻璃超重。我们来买一个大白兔奶糖给你们吃。各位，你们想要吃榴莲口味吗？听说没关系，我可以买经典原味给你们吃。100块可以啊。这个香蕉味。哦。各位，我觉得我买一般的口味给你们抽奖好了。好 ，OK。巨型奶糖，这里面全部都是原味，小的啦，放心，不用担心。OK。收款成功29元。就看哪个观众有福啦。对，看哪个观众有福，把这个巨型大奶糖带。哦，吃到饱。各位，现在你只要在底下留言一个今天你最喜欢的行程，然后呢告诉我们为什么，简单的就可以了。经验谈也可以。没错，经验谈全部都可以，或者是可以跟我们分享，然后帮我们按赞热推，我们就抽出一位
大白兔巨型奶糖，后面再加一句我要吃巨型大白兔奶糖。OK， 我觉得是还不错吃啊。他们就是听说在台湾买不到吧？对，台湾买不到，因为毕竟这是大陆才有。对，祝你好运喽！对，希望你可以中奖。各位，我们终于来到我们的大栅栏了。这念大石烂，啊，大石烂哦。意外吧？这个不是念大栅栏，是北京人都这样念，叫大石烂。因为我们刚刚还走过头，我们原本要离开这个前门大街，然后结果发现，哎呀，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大石烂？对，就在这里。总之，这个比较大栅栏的大石烂。对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到这里。大家记住啊，入境随俗 ，Let's go。方砖厂就是9号炸酱面，然后听说北京的什么肉饼也很有名，只是我们不吃肉饼。然后呢，这里的天气就是我戴了墨镜，依然觉得非常亮。我觉得这里的太阳真的可以把人家照到并干掉，但他们的早晚温差真的差太大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什刹海，大概半小时的车程。然后我们有小睡一下，因为其实昨天我们只睡了5个小时。现在我们要来骑车，然后去看那个海。车应该是可以骑进去，然后来享受一下下午美好的片刻时光。哇，漂亮哎！ Hello， 各位。OK guys， 我们现在已经在什刹海了。那我们要对观众讲一件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就是我们刚刚发生一件事情。刚刚原本要来什刹海这边，然后看这个湖就说哇好漂亮，然后还来不及看，想说要不然我们先骑个车好了。但我们停不下来，我们直接上了单车椅，骑到忘我了。现在这个时间大概多少？5点20了。哎，6月5号，哎，5月6号。哦，今天是5月7号。然后有人走路，有人穿那个古装，有人还骑车。对，超。当然也有载人的啦，还有在游泳哎，我刚才看到。我刚才有看到在路边洗澡。北阿游泳。现在要继续享受这个时间，推荐大家来什刹海的时候可以选在这种时间，对，或者是在傍晚一点，因为我发现他们这里就是太阳没有那么早就下山。对，要晚一点点，太阳不会很热的时候，搞不好会有夕阳。必来景点啊之一啊，超美。而且脚踏车租一趟30分钟才2块钱人民币。哦，对啊，台币大概10块内就有了啦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划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骑车。OK，Let's go。 OK，What's up, guy？ 我们又骑完单车来到南锣鼓巷啦。没错，我们直接从什刹海骑来南锣鼓巷。对，我们顺利了。6点半了，现在你看6点半的天色都还那么亮。那我们要准备做结尾了。首先早上我们去了天安门。对，天安门哦，北京第一天就去天安门。对，超强。我们人生第一次去，有机会我们再去那个城楼上面啊，我也想去城楼看看。7天前要预约，就是1个礼拜前。没错，记得哦，因为我们前面就有提到嘛，都要提早做预约啊。推荐去这个 app， 它可以帮你排一些行程，那个路线规划什么的都可以用在里面。那第2个行程我们是去哪里啊？我们去前门大街。哦，对，前门大街，然后跟那个大栅栏在。大石栏。哦，大栅栏，我就跟你讲了。OK。大家注意看，还有那个大招牌。我觉得我现在被阳光照到白得像个鬼一样。记得大家看3河的标志哦。哦，对。才是最正宗的。他就讲到那个过程中那个突发状况，那个搭车突发状况。怎么了？搭车的突发状况，你忘记了？搭车怎么了？什么时候？我知道怎么断交，他都已经接我了，但我怎么断交？我知道怎么断交，他都已经他就是他就是让我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快没有耐心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他给我张图片，然后就说在这边等，然后我就走过去到那边等。就我走过去那边等，他就跟我讲说什么没有开放，然后那边车子太多，叫我去另外一个点等。然后我们就这样走过去，他途中一直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你走哪里了？东南西北分不清吗？哇，我这好的无聊。我们双年耐心被挤爆了。来到了什刹海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脚踏车之
之旅，这个我觉得是完美 ending。虽然今天真的非常累，我觉得今天所有的行程我都蛮推荐的。那这3种行程是超 CP 值超高的啊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待会就要打车，然后回酒店啊。没错因为我们也是大概6点就起床了吧，然后昨天大概1点睡，对，我们睡不到5个小时吧。然后我真的快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我们是 JL 雅，台湾兄弟预告。各位，我们明天要去天王府，然后还有听说在地大陆一直推荐我们要去的梧桐，大家敬请期待。 OK， 那我们就下回见，大家再会，拜拜。